那我的皮肤也根据院长的指示，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更好。那我给现在就是有在使用类固醇或是其他诊所开的药物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建议一下，先把药物戒断，戒断之后，然后再配合院长的方法，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更好，皮肤会越来越好。这样。各位书记角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每年到了春天开始，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荨麻疹啊，有一些脂漏性皮肤炎啊，对不对？有一些酒糟发作啊，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找那个去年的那个冠军那个戒友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来的是蔡先生，他一共治疗大概2个月情况就不错，所以我们请蔡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大家好，我是蔡成昭，蔡先生。这个频道老戒友都知道了就脂漏性皮肤炎，因为用过类固醇的关系，所以其实它是起起伏伏。那蔡先生治疗了2个多月以后，到现在为止，大概算是一小波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赶快请他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的关心与痛苦这样。那问一下蔡先生，你在这个机械毒之前，你的治疗史是怎么样？就你为什么会想要走机械毒？大概在7、8年前然后我皮肤开始有发现发红、脱屑的情形，然后就求诊在附近的皮肤科医师。那他一开始就是开药物，然后让我擦药、吃药等等，然后但是就是一开始效果很好，然后最后每当换季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再复发。然后在近几年来的时候，状况越来越严重，只要擦药过一阵子，一两个礼拜，它就会又再复发这样。所以7、8年前你第一次发作大概在哪个位置？在鼻翼两侧额头。好，所以你一开始就大概在这里跟这里。那个医师应该这是很标准的脂漏性皮肤炎的位置嘛，所以那个医师应该给你脂漏性皮肤炎的诊断。是。那你治疗之后，你一定是觉得没有效嘛，对哈？是。那你前后找了几位医师？大概有将近快10位，有各个的比较有名的皮肤科医师都去看过。好，所以你治疗之后，你之所以会改到机械毒，主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你发现它治疗之后，它的发作频率越来越短。是程度有越来越严重，还是说程度是一样，只是发作频率越来越短？发作频率短，程度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形。OK， 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从机械毒的角度来看，脂漏性皮肤炎也许某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皮肤的慢性发炎所以如果你持续的用药物压制它，然后不让它解放的话，可能问题还是会出来。所以我想这是你想要让它整个放开的概念吧？是。好，这个频道的老朋友应该知道机械毒这个名词，可是我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词是2013年，当年康健杂志来找我问敏感肌问酒糟、问雷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聊起来。然后这个命名其实是当年康健杂志建议的就是说他发现整个你压制的过程中，当你去放松它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点像你满肚子都是排泄物，然后突然间啪啦啪啦啪跑出来，畅快是很畅快，可是屁股真是痛这样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类似戒毒的戒断反应的因此它当时我们的合意就是说，那我们就做成机械毒这个名词。因此，每次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请戒友来分享的时候，他都一定会有一个戒断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刚刚再讲一遍，畅快是很畅快，可是中间屁股真是痛这样。那我们请那个蔡先生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屁股真是痛的过程这样是，就刚开始停止药物，就停止擦类固醇以及吃药的时候，然后院长有建议我可以抹橄榄油。那当时过了1个礼拜，就发现脸部开始红肿，然后真的就是很难受。这样，然后后来你抹橄榄油还是这样吗？就是你一直抹，然后它一直难受，还是说会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一开始会很难受，然后中途大概过2、3个礼拜，它有下降的情形，然后之后又有一波再往上发严重的情形。对嘛？所以会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这种起起伏伏，特别在起的时候，特别是第一次起的时候，你应该没什么信心嘛，对不对？对。那是什么事情让你坚持下来？那你旁边的那个7大姑8大爷有没有给一点意见这样？就刚开始发作很严重的时候，很红肿的时候，其实信心非常不足。对，那我还会看那个院长的 YT 然后群组也会询问说，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嘛？那院长都会
不厌其烦的，那院长都会不厌其烦的，那院长都会不厌其烦的跟我们说这情况是正常的，那它会有一波一波的，那就让我心里比较安定一点。对嘛？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在讲病友群很重要嘛，是，然后拍影片很重要嘛，所以我们就很感谢蔡先生今天以那个小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心路历程这样子。对，我们既然是证据科学的频道，当然就要给证据嘛，然后先给大家看得懂的证据啊，就是这是蔡先生一开始来的时候10月哈，现在大概12月1月影片的时候大概是拍1月多了哈。那各位可以看到他的脸就真的是有起一波哈，然后下来，然后到这时候就好很多，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脸其实又上去哦，就它其实是一波一波一波的。那从那个武士灯的状态来看，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他脸上的角质有剥皮哦，然后后来就又下来。那从50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常觉得你用肉眼看不一定能够看出所以然哦。比如说你擦类固醇，肉眼可以退，然后可是你擦类固醇，你的纹路是不会变好。所以我们其实一方面追求你的肉眼变好，一方面追求你的纹路真实变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图哈。是表皮脏脏的，然后很多颗粒堵塞，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吐更多东西。这里有，你可以看到左上角哈，这里有黏黏的，然后到这里黏黏有改善，然后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的是纹路已经慢慢出来，就每一波下来以后，你的纹路都会重建哈。那从真皮来看，其实也是哈，一开始有一些因为那个压制嘛，所以类固醇下压制，所以你可以发现它有一点偏红，可是有一点那个毛孔堵塞，那后来毛孔就大量的吐颗粒出来。然后因为把类固醇拿掉，它的压制减少，所以整个就红上来，红上来以后慢慢的退红，然后颗粒减少，后来就红比较退，然后颗粒也比较减少哈，这是一小段，这个是2个月的结果哈。那一个类固醇间断其实2个月是不够的，不过总是好过没有了。然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2个月就长这样子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的红啊这些小的红，然后慢慢的改善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颗粒啊，然后本来黏黏的没有纹路也变得比较好。肌肤监测给的主要的内容是这样，就是当你去看医师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用肉眼看，这医师也用肉眼看，你也用肉眼看，可是过了2个月，你再回去看医师的时候，其实医师已经不记得你的样子。那我们有这个照片，你不要说2个月，你2年来我也知道你的皮肤的变化，所以做照片的记录是很重要的，做显微的记录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肉眼其实看不出来，可是你在显微上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纹路的变化。那个我们当医师的都要背一些古人的名言啊，像那个有一个伟人说过，那个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纪实生命。错。我跟你讲，我发现有一个哲学家讲的是很好，他是谁我不知道尼采还是彩尼哦。他说生命的意义就是受苦，可是既有你所受过的苦，后人不用再受这样。机械毒基本上是这样，当你走过以后，你就会有一些经验可以告诉后面的人，不管是你的朋友或你将来的小孩这样，所以。你走过这一段，你对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你对青痘治疗，你有什么话可以给后来的人听？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以我现在来说，我现在已经不需要靠类固醇药物来压制我的脂漏性皮肤炎。那我的皮肤也根据院长的指示，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更好。那我给现在就是有在使用类固醇或是其他诊所开的药物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建议一下，先把药物戒断之后，然后再配合院长的方法，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更好，皮肤会越来越好。这样，我很少在第4段的时候，吐槽一下我们的来宾这样。第一个，类固醇间断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类固醇在治疗脂漏性皮肤炎，目前还是皮肤科的主流啊。然后，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你想要做类固醇间断，其实可以的，但是。第一个，请量力而为哈。那第二个，你一定要找你的医师好好的配合，因为类固醇间断真的很辛苦。就是不管你在台湾，你在哪里哈，在我们常常看到网络上，你可以去看类固醇间断的社群哈，就是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很多人在做类固醇间断。可是类固醇间断这件事真的很辛苦。所以，如果你要做类固醇间断，请你好好的跟你的皮肤科医师配合。这个是我们要补充蔡先生的，以免大家看到蔡先生皮肤改善，然后就很热这样，然后类固醇间断，最后就在下面拼命留言，一直骂我说都是你害我变猪头这样。类固醇间断一定会变猪头。每次在录这种
戒友的访谈的时候，我们都很感谢他们，因为其实很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可是我们需要很多戒友来跟后面的人，不管是已经走过的人，还是正在走的人，甚至是还在受苦的人一些安慰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蔡先生也愿意一起分享。你可以发现坐在我右边的不是俊男就是美女，这样每次都一定要这样子称赞各位其实是俊男美女才会出皮肤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在乎他们皮肤才会出问题。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蔡先生来到现场然后小编叫我一定要讲，就有皮肤的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的自信如果各位也同意这个事情，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这样让所有的光能够照到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这样好不好？来，谢谢蔡先生，谢谢这个握手是一定要的嘿。